你知道吗？大科学家牛顿其实一辈子都在寻找上帝的密码。牛顿他的一生一共写下了170多万字的著作，其中16%是与科学有关的，其中84%全部都是神学的研究。只不过这些神学的著作大多数都没有被出版。有这么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说牛顿的晚年他早就放弃了科学，转而信仰上帝。其实这个说法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牛顿他不止晚年才信仰上帝，他是一辈子都是上帝的坚持信徒，但是由于身份和影响力并没有被公开。其实牛顿的继父和舅舅都是牧师，外祖母和母亲也都是真诚的基督徒，所以牛顿从小就坚信信仰，坚信上帝。而且牛顿信的是17世纪最时髦的机械宇宙观，他认为是上帝是神创造了我们这个宇宙，并且还不干涉宇宙的运行，是上帝给宇宙设计好了一套完美的运行规则，然后自己就离开了。而虔诚的牛顿呢，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他一辈子都在寻找这个完美的万物法则，只是顺便总结了3大规律。而这个完美的万物法则，我们今天把它叫做大统一常理论。或许科学的尽头都是神学吧。如果喜欢神学玄学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朋友，可以来我的主页粉丝群领取课程和资料，可以参加免费的学习。人鱼糕、长明灯或许真的存在。我们只要一提起历史，只要一说到秦朝，大家除了感叹秦始皇灭6国一统华夏之外，而更值得聊的就是始皇陵。因为始皇陵有我们太多解释不了的谜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人鱼糕、长明灯这些真实存在的上古遗迹。大家看完视频可以来主页粉丝群免费领取一份易经的课程和笔记。司马迁的《史记》的原文中就记载说，以人鱼糕为主，度不灭者久之，描写的就是秦始皇陵里的人鱼糕，它可以1000年不灭，万年不灭。那么我们来思考2个问题：上古时期真的有人鱼这种生物吗？而另外一个就是人鱼糕它为什么可以万年不灭，为什么有这种功效呢？首先第一个，关于人鱼的传说大约在23000年前，地球上同时存在了大中小3种人类，而中人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类，也就是陆地上的王者。而无边无际的海洋之中还存在着一种美人鱼，有的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鱼，有的上半身是鱼，下半身是人，有的还长有鳃和肺。它们的平均身高都有2.5米高。男人鱼可以力举1000斤，而女人鱼都有一些超自然的能力，寿命它们也相对较长，通常都在200年以上。而人鱼这2个字最早也是出现在《山海经》里，右东北200里有座龙侯山，山上没有草木植被，但出产金和玉。那决水呢，从山上发源，又向东流向黄河。决水中有很多的人鱼，声音像婴儿，吃了这种鱼肉不会得痴呆。《山海经》记录了不少于4种不同的人鱼。较早的一段描述里面就说，伯律国、里尔国、雕提国、北渠国皆遇水难。这里面所说的雕提国的国民，他就是鲛人，鲛人也是人鱼的一种，在水里他行动自如，到岸边也能随意的行走。而在大荒西经中也有类似人鱼的一种，名为鱼妇。还说鱼妇是颛顼所化，相传颛顼死后，海上掀起了大浪，有巨蟒就变成了大鱼，颛顼的灵魂就依附在这条鱼上，变成了半人半鱼的怪物。但是我们看颛顼的形象和人鱼虽然不太相符，但是如果再深入研究一下伏羲女娲图的外形，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神话其实它是有深意的，并非都是空穴来风。然而古籍中也有记载，狄人国在建木兮以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又记载了一种狄人，也是人鱼身，可以化作神兽来守护他们的灵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很多贵族的陵墓中可以看到狄人有关的雕像。所以古人是很相信久远的时代是有人鱼这种生物的。但是又相传秦始皇陵里也有人鱼糕，这也就更加证实了人鱼曾经是存在过的，只不过是后来没有了。而还有近现代很多考古现场也不断的出现人鱼的陶俑、人鱼外形的生物图案等等。但是最终的答案呢，我们还是要等待秦始皇陵的陵墓打开之时才能一睹真容。斩龙脉、偷国运最阴损的风水门派，并不确认就可以杀人于无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日本的九居一派。我们都知道风水师是很厉害的，可以通过改变居住的环境和办公的环境、物品、朝向，可以营造一个良好积极向上的磁场。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在我的主页粉丝群领取资料和课程，参加免费的学习。但是历史上也有一少部分人学会了此术就开始作恶。日本的风水流派正统的是阴阳家，而另一个就是九居一派，
而九具一派它还分成2个分支，其中一支主修奇门遁甲之术，而第2支就是星象堪舆。1942年，传闻日本在高野山召集了大量僧人，企图使用炎灵控制旁边这个大国。大国知道之后，立刻请来高僧护法，让日本这次计划并没有得逞。但是过了几年之后，他们控制了香港。这个九具一派呢，又一次提出了用神秘之术来做阴谋。首先，他们拆除了原本驻港的英国大使馆，之后在此处建造了自己的领事馆，并将验圣术所用的木桩放置在馆内。具体我提到的这2个术，大家如果感兴趣网上了解，这里我就不多讲了，容易违规。后来日本战败之后，香港重新回到了英军手中。不明真相的英国人想拆除这座木桩，但在拆除的过程中呢，接连怪事发生，最终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大国收复了香港之后，请高僧做法事才得以化解。你相信世界上有特异功能吗？中国台湾大学校长李思岑，他本来想用科学的方法揭穿这个蒙骗人心的骗局，结果意想不到的是，最后陷到了特异功能的研究当中，还意外发现了另一个世界。下面的这个事呢，我们当个故事听就好，不必当真。对玄学感兴趣可以来我的主页粉丝群来领取资料和课程。我们都知道夏朝的开国君王是大禹，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是一个巫师，他的儿子启也是一个巫师。传说在那个年代，巫师是可以跟天进行沟通的，因为在很原始的部落社会的时候，他们的领袖一定要是一个巫，因为如果不是巫的话，他就不会与天沟通，也就不能及时预测吉凶祸福，对他的族人也不是有利的。只有提前预知哪里有灾难，哪里有吃的，才会对族人的生存有所帮助。比如钻木取火，刚开始的人是怎么知道的呢？神农氏尝百草，为什么没有被毒死呢？伏羲氏画八卦，总结天地人的规律。其实所有这些能做出可以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事情他们都不是普通人，他们都是可以和天进行沟通的。以上我说的这个观点呢，就是台湾大学校长李思岑老先生的观点。但是为什么很多大名鼎鼎的科学家、物理学家晚年都开始转向神学的研究呢？比如牛顿，他晚年非常痴迷于炼金术，还曾留下100万字的著作。再比如钱学森，他的晚年执着于人体科学，还曾召开了多次特异功能的研讨会。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粉丝群见。我们来看一下这幅图，这是什么？这是12生肖。但是我们研究一个问题我们看这12生肖里，它除了龙，其他都是真实存在的，并且都生活在我们身边。那么如果龙它真的要是不存在，为什么会定位在12生肖里面呢？并且我们现在全国各地都有锁龙井，而这些锁龙井是什么时候建的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老规矩，喜欢玄学易经在主页粉丝群领取课程，参加免费的学习。我们要说起蛟龙，传说是华夏大地特有的一种生物，虽然名字含龙，但是按照物种上分析其实它属于一种蛟。而蛟龙和龙不同的点是蛟龙的身形比较小，并且缺少龙角，但是它确实是人间最接近龙的一种生物了。也据传说，蛟龙只会在雷雨天才会出现，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它们才有可能从蛟化为龙。那我们要说起龙的起源和伏羲、女娲这些天神类似，因为这种龙大多数它能力强大，比如先天4灵的青龙，或者是帮助轩辕皇帝征战的应龙，又或者是睁眼天明闭眼天暗的烛龙。据《山海经》记载，上古时期人神混居，所以后世的龙可能是人间生物进化而成的。《山海经》中还有记载，蛇通过灵气可以进化为虬，因为吸收了灵气，虬也有了灵性。白蛇传中的白蛇就是虬的一种。虬在《说文解字》中也被称之为没有角的龙，所以这个观点在西周时期青铜器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拿到证据。虬的下一步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蛟了。据说到这一步它们就接近于龙了，而再次进化就可以真的变成龙。关于蛟龙的记载出现在上古时期。